住在一个一直不变化的家里边，其实还挺烦的。就很多建筑师，他们说杨老师这个房子就感觉是没有经过设计的设计，对我来说也是比较大的褒奖。从90年代开始，艺术家的工作室基本上就在自己家里。2000年左右，我们就开始去找大的空间，要建一个新南岭。这个房子大概就建了1年吧，就真的是从看一块地到现在这个状态，每一步每一笔都是我自己设计的。车库上面有一个罗马假日，在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这是最浪漫的生活，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了。其实主要是给来找我的人做的，可能只有艺术家才可以这样把一个雕塑做成一个门牌号。在不同的季节，我们可以去不同的花园吃饭，每一个花园其实它都完全不一样。我觉得一个花园它不能承载所有的季节，空间浪费是挺大的。每一个房间其实都有一个比房间更大的露台，建筑上叫灰度空间。有房子你不是把自己关起来，大的露台上面做了一个鱼池，每一年冬天的时候，很多白鹭就来吃我们的鱼，所以我们就把那个鱼池大半部分都隐藏在了木地板下面。我是最得意的，我就花了164块钱就做了一个秋千，然后最后变成了我们这个院子里面小朋友最喜欢的地方。一个房子建好，未来新的社交的模式一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交。我们老了的时候，我们最大的痛苦是我们没有生活团队。你要聊个艺术，你要看个电影，你找不到人。因为中国的房子的问题，装修是补建筑的缺陷，然后软装是去补室内设计的缺陷，艺术品去补软装的缺陷。今年我会收藏一部分作品，然后我留下一部分作品，经典的或者是传家宝式的作品我不换。艺术品是属于家庭文化的流动风景线，里面的雕塑是我的作品。这个系列的作品呢，实际上也是关注的那些世界文化符号。麦当娜当年也很火，我们也去听她的音乐，就是很诧异，哇靠，居然有这样的专辑，宛如处女。当年我们连处女这2个字都不好意思说的时候，实际上那个时候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反叛。CMYK 是我最近差不多接近10年的工作。每次老爷子看到我那个有时候不要命的去画画的时候，我会说学艺术还是很好的，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吃饭的工具。我是90年我父亲去世了以后，我们就觉得不行，我这辈子不能这么混下去，我一定要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。你年龄比较大去上大学，你必须承担生活当中的所有责任，包括你自己的生活费。那个时候成都要修一个海洋公园，所以叫画壁画，就整个艺术家都在里边，每天都去井下工作。我觉得建筑和人的关系是平衡的。最好的状态是我有钱了，我也不折腾房子，我尊重我现在做的这个房子，